乐乐，送给你。啊！咱姑爷真大气。甘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这么舍得花钱的男人，可得赶紧拴住。姐夫，乐乐一个小女孩花不了这么多，等她长大再给不迟。女孩子必须富养，这是我们孟家的家风。文婉，乐乐闹一天困了，让她自己在床上会儿，别影响大人吃饭。你怎么回事？送到手边的钱都不要，脑子进水了吗？太多了，拿着不安心。再说不要钱的话，以后生活费我一分不出，你自己去赚。哼，一个没见识的女人，什么都不懂，带都带不出去。哥，准备开饭了。嫂子，你忙半天了，去吃点东西，我来哄乐乐。嫂子，甘琪姐和姐夫怎么认识的？姐夫好优秀啊。不清楚，估计是缘分到了。这孟燕不会是甘琪姐请来演戏的吧？我总觉得她条件没你们说的那样差。谁演戏搭这么多钱？他俩感情好就够了。嫂子，你去吃2口，我哄她睡，都是一家人，你太辛苦了。那好，你帮我看一会儿。姐夫，小小一杯，意思意思。我不喝酒，待会儿还要开车。都在孟氏旗下工作，以后多沟通嘛。真不喝。没事没事儿，我带孩子没经验，吓到他了。这怎么回事？不知道，东西我没动，没动怎么少了一沓？是不是你刚才在屋里顺手收起了一沓，反倒问我？这盒子我根本没打开，拿没拿我自己清楚。文文，你记性不好，可能收起来自己都忘了，别为小事影响心情。说了没收，是被人拿了一沓。钱短时间没出这屋，不介意的话，咱们把屋里找一下，各自展示包包，自证清白。当然要搞清楚，哪怕1块钱，也不能少得不明不白。这包是你的吧？这时候你不该自证清白吗？这是我私人物品，不方便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妈给我取的学费。对，慧慧快开学了，是我在银行取了，亲手交给她的。这和盒子里一样的封口方式，分明是一批钱。这就是我的。反正钱出不了屋子，都是一家人，吃完饭关上门再商量，是吧，亲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凡事别太较真儿。要判断这钱的归属很简单，我送的这些现金都是连号的，对一下纸币编码，是与不是，自然分晓。何必呢？都是一家人，谁拿着不一样？不一样。我有律师朋友说过，私自拿取别人财物超5000，就能按偷盗罪立案。看，连号的，这分明就是孟燕姐夫的钱。环环呀，我给你取的那1万是不是放别处啦？怎么把姐夫的钱弄混了？环环是乐乐亲姑姑，帮着保管钱合情合理。乐乐这么小，钱最终也是我和文慧保管，怎么分是大人的事儿。当然不是，钱是给乐乐的，小姑母拿走算什么意思？这钱既然给她，后面就得花她身上。对，乐乐，这钱你愿意交给谁替你保管？答案很明显，你替乐乐保管。哎呀，钱没问题了，那就都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你还好吧？没事儿，对不起，你白白花这么多钱，却看了这么个笑话。世界本就是参差不齐的，你在担心文文？她性格太柔，以后可怎么办？我倒看她性格中有坚强的一面，只是被家务和娃娃困住了生活。当女人好难啊，怎样才能兼顾事业和家庭呢？那是她没找对男人。文文，这钱你打算怎么处理？存着，当乐乐的生活基金。收拾完你把钱拿出来放桌上，咱们分一下具体怎么用。分，这钱明确是孟燕姐夫给乐乐的，你想分到哪里去？环环不是要开学了吗？拿出来一部分当她的学费。婆婆不是已经事先给她取了1万，那钱飞走了吗？一家人有偷钱的吗？你怎么这么计较？小姑子成年女孩偷侄子的生日红包，你怎么不觉得是家丑？文维啊，红姐早出晚归赚钱养家，你身为妻子应当多多宽容。嫂子，对不起嘛，
我马上开学，学费还没着落呢。那也不能打乐乐的主意。文文，那么多人在呢，好歹维护下咱自家的脸面。妈，做错的不是我，1万块不是小数目。亲家，我今天吃的太多，下去跳会儿广场舞。好嘞，今天这事儿都是一家人，慧慧还是个孩子，不往心里去。哥，嫂子也太小气了，这点事儿至于吗？红姐，男人得有男人的样子，不能惯着媳妇儿这么任性。谁让我现在住的是他家的房？就这房子送给我都不要，嫂子就是因为哥住他家的房才这么目中无人。以我现在的工资，买房不是难事，我早攒够首付了。那你为什么甘愿寄人篱下？婚后买房是夫妻共同财产，一旦离婚，一半便宜了他，我不甘心。他生不出儿子，逢年过节只送没用的糕点，这就不是个好媳妇儿。嫂子发胖后都丑成什么样了，我都不好意思叫她出去逛街。要不是我有教养，真想去屋里揍他。媳妇该管教，但你不能明面上下手。那个甘琪看着不像省油灯，还有那位孟燕姐夫，浑身冷冰冰的，别让他们后面找你麻烦。他是孟氏总部的小管理，可我也是孟氏旗下公司的管理，我郑宏杰同样不好惹。本来我觉得孟燕挺帅，可他少了人情味儿，说话丝毫不顾你面子。明面上维护表面和平，暗地里这媳妇非管教不可。红姐，你别冲动，一个家不能说散就散，现在重要的是你妹妹上学。孟燕的钱是给乐乐的，你和文文是父母，理论上一人一半，你最起码可以支控3万。你妹妹学校离这儿几公里，干脆入学后就近租个房，平时在你家吃饭得了。没问题妈，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文文是嫂子，长嫂如母，照顾我的饮食天经地义。这就对了，你可得好好照顾你妹妹。等会儿你进房间，别和文熙闹，把你妹妹的事儿跟她说说。别对她太凶，你妹以后常来家里吃饭，得让文维态度好些。我瞅乐乐裹那毯子是大牌子，贵得很，本就日子紧，可得勤俭持家。妈，你知道吗？前阵子文文弄坏别人西装，一次赔了2000块。2000够你们很久菜钱了。哥当初说他节约你才娶的，怎么这么浪费？遇到个不清醒的儿媳妇，真是家门不幸。没事妈，我不会让他任性妄为。妹妹这事儿不能拖，我去跟他聊。小猪一样的女人，跟赵晴晴比，一言难尽。文文，慧慧上学的事儿，跟你谈谈。她的学费可以用婆婆的贵修金。我妈那点钱自顾不暇，你怎么没个当嫂子的样子？她偷我的钱，你要我表现出什么样子？孟妍姐夫给了6万，拿1万出我妹学费就有了。你说错了，不是给我们的，是给乐乐的，得留着上学奶粉用。我不是跟你商量，是通知你。另外，魂欢要在小区租房，平时来咱家吃饭。你疯了吗？他一个学生拿什么租房？我每天单独给乐乐做饭已经很累了。我在外辛苦工作，你在家看孩子这么轻松，多做顿饭怎么了？行，那你给我一笔做饭费，1个月2000。2000？你怎么不去抢？钱都是我赚的，你不赚钱还这么多意见？我要不是顾念从前的情分，早和你离婚了。半年不亲热，回家不正眼看我，他的心早就不在这里了。委屈你忍受这么久，实在不行就离婚吧。你认真的？结过婚生过孩子，几年不工作跟社会脱节，你这样的离了婚就是死路一条，哪来的胆子敢主动说出口？离婚后你每月付乐乐抚养费。抚养费？女儿迟早是人家的，外姓人，我才不当冤大头。不是钱的事儿，是你从来不尊重我，把我当成你的附庸。反了你了！你要对我动手，你最好打死我，否则我爬也会爬到警察局告你家暴。原来反抗这么简单，我就站在这儿，让你打。这女人今天怎么突然不怕我了？哼，大男人不跟女人计较。哥，刚才嫂子的话我们都听到了，你过得也太委屈了。她越来越过分，等着吧，我不会轻饶她。哥，真离婚我支持你，你个子高长得帅，
配得上千金大小姐。我早劝他要2胎为郑家传宗接代，他总推3阻4。这一路你都像有心事，又因为文文的事烦心。我总觉得婚姻对女人是枷锁。你我认识当天就闪婚，说到底也没什么感情基础，但还好我们是有契约的试婚，彼此都还有得选。他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真是毫不在意我的感受。文文结婚后像变了个人，被生活掏空了。天底下的男人不都一样吗？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狗之间的差距都大。我们孟家有一条家训，尊妻护妻，对妻子不好的男人等于把自己的面子踩在脚下。这条家训曾让我一度恐惧婚姻，觉得娶老婆等于请了个瘟神。孟先生，我们没什么感情基础，你却始终尊重我。你比郑宏杰优秀1000倍。既以后受任何委屈，你跟我说，郑宏杰在我眼中不算什么，他敢妄动，我必教他做人。孟先生，孟先生，你真好。甘小姐请自重。哇，有肌肉。甘琪，别忘了我们只是试婚，不能做越界的事。天太晚了，要不就住这儿吧。你进去，不许在阳台待着。为什么你不进去？因为你不能听这个。这是人家夫妻促进感情融洽，有什么不好的？难道你没见过？你从哪儿见的？难道孟先生活了快30年，从来没看过恋爱方面的电影？别忘了我现在是你老公，以后不许听这种声音。为什么不能？又不是我非要听，是声音主动传到我耳朵里。你能不能有个女孩样？能不能矜持一点？我不矜持吗？不早了，你回房休息，没事不要在客厅待。真不巧，我今天觉得特别凉快，准备拿张席子打地铺，就睡阳台了。随便你。他的手软软的，我竟是第一个被成年女人占了便宜的梦魇。早，孟先生，昨晚睡得怎么样？我昨天睡得特别好，还做梦卡上多了好几个亿。呀，你怎么有黑眼圈了？还不是因为你。听说凡是做梦捡钱的人，第2天都会丢钱。孟先生，好好的一天就不能说点吉利话？孟先生，是不是昨晚受咱们邻居夫妻的影响睡不着啦？能不能别再提？对了，孟先生，关于你给乐乐的6万大红包，我想了下，等我们离婚时，你可以从给我的补偿金里扣。你就这么希望离婚？你又是送车，又是给乐乐这么大红包，以我目前赚钱的速度，怕是还不上。孟燕，哟，昨晚是去当超人了还是怎么的？这黑眼圈都快赶上熊猫了。怎么，孟总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吗？听说你给他买车了，这车是不是很酷啊？你脑子里能不能想点正事？不过有件事我突然回过味儿来，反正证也领了，钱也花了，我发现主动权在你手里。你既然能接受和他闪婚，说明他身上必然有你能接受的点，对不对？我很认真的问你，你对这甘琪到底动没动心？我谈了几10次恋爱，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爱情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化学元素，叫信息素。我怀疑你面对甘琪时，大脑被信息素占领了。你小看了我的理智，你和他没有亲密接触过，哪怕只触碰皮肤。那一刻，我大脑都空了。单独相处时，有没有想凑过去的冲动？有没有最原始的悸动？绝对没有。你就嘴硬吧。旁观者清，你这小子肯定心动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对了，问你个问题，如果正常女人听到邻居夫妻牵肉的声音，
会害羞吗？他听到了，你们邻居够厉害啊！什么时候听到的？当时你们两个都在。那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就这么多。一个领养的女孩能有多少资料？她被现在的养父母收养前换过5个家庭寄宿，不是想卖掉，就是想留着当童养媳。养父母对她好，可惜出车祸双双身亡，舅舅舅妈拿了赔偿款才肯收留她。高中毕业就不供她上学，是甘琪半工半读硬扛下来的。就这么多，当然有别的。你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晚结婚吗？甘琪在大学又会绘画，又拿过音乐奖，还是辩论社，闪闪发光。有男同学追她，却被她舅妈棒打鸳鸯，错过了个富二代。毕业时邻居给她说过亲，舅妈嫌男方条件太好，怕自家女儿被比下去，故意推了。从此只给她介绍歪瓜裂枣，嘴歪眼斜的，精神有问题的，家里需要扶贫的，再加上她一门心思创业，就拖到了28、9，这才遇到你这个大冤种。我一面反感舅妈耽误她的大好年华，一面又庆幸这份阻挠把她留给了我。错，这些材料恰恰说明这女人历经磨难后使尽浑身解数抓住你这棵救命稻草。她装作不知道你富二代的身份，一步步对你进行攻略。还有别的吗？有，我正在查她真实的出身。真实的出身？她现在这些亲戚都是普通人，为了钱勾心斗角。她是被倒了一手又一手的养女，我想查她亲生父母。好，我支持。心疼了？觉得人家可怜了？总裁的心被融化了？少贫嘴。说。孟总，不好了，连小姐又来了。安保部门吃干饭的，直接拦出去。不是的，孟总，保安根本拦不住，您还是自己下楼看吧。连大小姐，那个连氏集团的千金，听说对你一往情深，苦追好几年。比起甘琪那种脾气大的女人，我倒觉得连可依不错，起码你们家境相当。我没听错吧？连可依脾气就不大，你不懂女人，富家千金在自己爱的人面前都会变得小鸟依人。既然你觉得连可依不错，就去追她，你帮我解决这桩心事，定有厚报。这个嘛，我更喜欢温柔贤淑的。甘琪似乎从没对我小鸟依人过，她要么公事公办，要么脾气汹汹的。我下楼看看。我不是八卦，是怕她冲动出格，必要时帮你一把。孟庭萱，你们孟总孟燕呢？我要见他！孟燕是我相亲定下的人，我们早就被安排相亲，离结婚只差一步。你们不要拦我，我是未来的孟夫人。连小姐，您请回吧，孟总真的不方便见您。一个女孩穿着婚纱来求婚，是找孟氏那位大少爷孟庭萱吧？这么惊天动地，是不是未婚先孕啊？孟总，小心，人群中有记者，您不方便露面。黄顾问，你名为孟氏集团的品牌顾问，如今集团遭遇积极，有义务为孟氏分忧。什么？你过去帮我处理了。可以。你好，连小姐。你是谁？孟燕呢？她不方便。连大小姐，你又漂亮又多金，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孟总那种冰山根本不值得，放弃对你有好处。胡说！你一个尖嘴猴赖的下属，哪有资格评价孟少？走开！连大小姐，我怀疑你的眼睛可能有散光。我要见孟燕，她大名孟庭萱，我们孟少的事你少插嘴。外面可有记者，连小姐顾及一下家族颜面，别在大厅胡闹了。我是孟燕的未婚妻，将来的孟太太。你说我在胡闹？你肯定不是。你说什么？你看不起我？你说什么？给你30秒，把孟少、孟燕叫出来。我苦追他这么多年，今天非见到他不可。我搞不定，还是你上吧。黄顾问不是面对女人的高手吗？时代变了，现在的女人太彪悍，这事儿你不出马很难收场。不用，我通知了能带走她的人。谁？快走快走，别看热闹了。还有人看热闹吗？都驱散了，连总。孟少呢？我知道他今天来了公司，不要拦我，我
哥，你听我说，我是真的喜欢孟少，喜欢孟庭熙。我们上次差点就相亲成功了，你让我再试一次。哎呀，这是我最喜欢的款式。哥，你就不能帮帮我吗？胡闹！我跟你说了，孟少不喜欢你，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哥，我和孟少无论外表还是家很匹配，两家联姻成功，在商场必定所向披靡。你和他才见过几面？他什么脾性我难道不知道？那就是个无情的怪物。男人最了解男人，你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喜欢你。不，他一直单身，从不谈恋爱，就是为了等我。一个顶级豪门的男人却从不和女人接触，搞不好性取向都不对。那说明他洁身自好。孟家和连家是竞争对手，你嫁谁都比嫁他好。你这么任性，就不怕妈伤心气死？我就纳闷了，你这种毫无人情味的冰山，居然能让女人为你死心塌地。要我说，你娶连可盈比娶甘琪合适，强强联合，连家势力全归你，岂不爽歪歪？你以为连胜比吃干饭的？他是有野心的人，我没那么幼稚，也不需要卑劣手段，我有能力吞并一切。行，你是正人君子，连可依好歹是个深情白富女，你就没一丝心动？黄顾问没事的话，就履行诺言去查甘琪真实的身世。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打算跟甘琪过一辈子吗？与你何干？现在的女主角都是瞎子吗？男二又帅又多金又深情，偏喜欢脾气暴躁的男主。电视剧而已，你再沉迷，小心嫁不出去。我以后的老公一定是个又帅又有钱又专情的霸道总裁。哪有那么多霸道总裁？世上也不会有那么完美的男人。最好啊，是他家里正逼婚，正巧遇到我，我像救命稻草拯救了他，然后闪婚。有钱人家逼婚，长辈都会介绍家世相当的顶级白富美，轮不到我这种普通人。男人会背叛女人，但钱不会。说不定有意外呢，比如相亲的时候正好坐错桌子，这种几率比中彩票还低，怎么可能成真？你忘了我就是坐错桌，把他当成舅妈介绍那人，都领完证才发现，我家那位就是个打工人，豪门公子哪会在那种地方相亲？怎么了？甘琪，你快打开抖音看最热门推送，有个大新闻。哪个店搞活动促销吗？连家的千金向首富孟家的大少爷孟庭胥求婚了。求婚就求婚呗，高富帅和白富美本就天生一对。不是，孟大公子终于露面了，虽然模糊，但能看出是个大帅哥。这就是孟大少爷，这张脸怎么这么熟悉？好像见过他。怎么了？西西，我真见过他，前几天来过咱们这儿。这怎么可能？堂堂孟家大少爷会来咱这儿？你认错人了吧？没错，就是这位黄先生留的。或许只是长得像，视频这么糊哪能确定？别忘了我是学绘画的，面部骨骼分布什么的，我比你懂哦。同样的五官，同样的肩颈比例，同样的站姿，9成9是一个人。有钱人不喜欢暴露身份，肯定设了假身份。这么说，我去大街上溜达，说不定能邂逅隐姓埋名的富豪。冰箱给你留了饭菜，需要热一下。不用，我在公司吃过了。孟先生一直在孟氏总部上班，今天发生的事你知道吗？什么事？连氏集团的千金向你们孟总求婚了，就在1楼大厅，视频都传到网上了。什么求婚？不知道，我只是底层管理，平日不出办公室。居然有人把视频发到网上，得尽快处理。这么帅的富家少爷居然喜欢男人，他就不为家族产业想想了？你说什么？我说长这么帅又多金，偏偏喜欢男人。上帝开门的同时关出来。你知道长什么样了？庆幸我留在原地，让黄显东过去处理，否则100%穿帮。你有没有觉得他和前2天的黄先生特别像，好像就是一个人？世界上五官相像的人太多，你先别这么肯定。而且他没恶意，就是心直口快。还有，孟少不喜欢男人。那既然他喜欢女人，为什么这个年纪一直单身？连大小姐这样的白富美追他多年都不动心？或许只是因为不喜欢。连顶级美貌家世的女人都不喜欢，难道想天上的仙女谈恋爱吗？所以性取向肯定有问题。好吧，你说的对。我看出来了，你们男人就喜欢给男人找借口。
喂，你好。好像谁打错电话了，可接通了却一声不吭。我第六感向来很强，总觉得这通电话没那么简单。左眼跳财，右眼跳腮，贴2小时就没事儿，这是我的小妙招。甘琪，你怎么啦？昨晚失眠啦？右眼跳得特别厉害。中午咱俩去吃火锅补补元气，有家店情侣去打5折，咱俩正好冒充情侣。能打5折的话，我愿意。火锅店就2个路口，今天你当司机带带我。甘琪，你就在这儿上班啊？我们不知道楼层，只好在这儿等了。等了快1上午你才下来，快带我们上去喝口水。不方便。哟，你买新车啦？怪好看的。有钱就是不一样，随便一买就是这种高级车，几万块的二手车而已。大姑娘，你和甘琪同岁，年纪不小，别挑了。你看我们建民怎么样？虽然你这年龄以后生小孩受影响，但我勉为其难接受。你哪来的自信？莫名其妙。有事儿说事，别骚扰我朋友。甘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才到城里几天就目中无人，自家亲戚快娶不上媳妇了，都不知道搭把手。你再这么暴力，我就告你毁坏贵重财物。你不说这是几万块的二手车吗？我就拍了，怎么的？你敢推我，信不信我打你？住手！你只要敢打，我们就敢报警。你个白眼狼，敢不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信不信我发到网上，大家骂死你？学得可真快，可惜我向来反感道德绑架。大家快来看，就是这个忘恩负义的养女，我们甘家辛苦把她养大，如今翅膀一硬就不认亲戚。我一个无父母的孤儿，都这样了还怕谁？爱骂就骂，我无所谓。你再拍我就告你侵犯隐私。我们家认识好几个律师，你敢拍到我正脸，马上发律师函。咱们好歹一家人，我有个好办法，要不借给你表哥20万？他口中的借，想必是不用还的那种。拿不出现钱的话，就把这车借给他得了。不可能。要么给我20万，要么这车我拉走，你自己选。别磨蹭了，赶紧做决定，钱或者车，2选1。对呀，甘琪，你一个女人开什么车？你老公有车，坐他的就行。这车就给你建民哥了。不可能，你就是甘琪的同居男朋友，还没结婚就同居，真是世风日下。听说你们同居有段日子了，什么时候结婚？该给彩礼给彩礼，最好让他一口气给30万，正好够建民娶媳妇儿。彩礼怎么给是我的事，具体怎么分配是他的事，不需要外人做主。我是外人，你爸妈把你养这么大，如今你居然六亲不认。你也说养我的是我爸妈，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记得你不姓甘，什么时候代表了甘家？信不信我把刚才的视频全发出去，让网友看看你薄情寡义的嘴脸？大家快来看，这是我那水性杨花的表妹和她的同居男友。你回公司工作吧，这里我一个人能解决。让他发，机会给你了，发。哎呀，都是亲戚，甘琪快跟你表哥说好话，让他删了。发都发了。奇怪，怎么审核这么长时间？这不可能！我的账号被禁了，我可有好几千粉丝啊！没别的事，我们先走了。站住！是不是你在搞鬼？我何德何能？都是自家亲戚，别这么冲动。儿子，路口那帮人从刚才就盯着你，今天别要了。今天我还有事儿，先放过你们，你等着。跟我们走一趟，有事儿谈。各位大哥，有事说事，得罪了我马上磕头道歉，救命！救命！有伤！看样子我要换办公室了，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不会。各位好汉，不要伤害我儿子，他还是个孩子啊！孟总吩咐了，让我来给你们提个醒，知道你们错哪儿了。大哥，给个提示。从今天开始，不准再找他麻烦，也不许再出现在这条街。
我知道你不甘心，你可以试试，去一次就谢你一样东西。不，我肯定不去。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有人喊救命，有点像你表哥的声音。没听到。孟先生，你又出来办事，路过我们公司。给你的，按摩用。我不当电灯泡，火锅你们两个去吃吧，给我外带一份。你是为了送这个过来的？顺路。对不起，害你差点损失名誉。你是不是得尽快回去上班？回去晚了会扣工资吗？我这没事。大老远跑来，别饿着回去。隔壁街火锅店情侣半价，我请你。可以。这按摩仪还是公司发的，你们待遇真好。孟先生，你真好，有你在我特别踏实。我时间很宝贵，火锅店在哪儿？接吧，看他们什么意图。甘琪，你养父母病床前留过一样东西，上面有你真实父母的信息，就藏在老家宅子里。你这么绝情，我们马上回老家销毁。养父母临终插着管，那欲言又止的神情，原来真有这样东西。不用打，他们是故意的。当务之急，我带你紧急回一趟老家，赶在他们之前把东西拿到手。回老家？你确定吗？他们没车，只能坐火车大骂。我们开车能变被动为主动。走吧，我陪你去。好，你等我。这么快回来？你们不会没去吃吧？不去了，我得回老家一趟，事关我的身世。老宅里有我亲生父母留的东西，二姑要去销毁，真卑鄙呀！手机、充电线、身份证、水，这几样别忘就错不了。你一个人开车回去？不用，孟先生会送我。带着老公就没人敢欺负你，路上用，到地方报平安。要是有争执，录像拍下来，我帮你找律师。小办公室托你了，别忘照看我的红色假绷。欧了。别紧张，有我。你这样突然送我出远门，公司那边怎么办？万一处理2、3天，上司追究逼你离职怎么办？我说了，岗位要求没那么多，你别胡思乱想，别再让我强调。孟先生，麻烦你了。我该做的。你在老家有关系好的亲戚吗？有个妹妹甘心，被大伯家收养后就越来越像陌生人了。养父母他们同时出了车祸，躺病床上插着管子。是公司催你回去上班的？不是。出来办事，有什么事你找秦风。你小心点，别被人骗跑了。不过我查到个事儿，甘琪养父母收留他之前，他身上带着一样东西，从小就带着，好像是件饰品，但不值钱。一件戴了很久却不值钱的饰品，上面有他亲生父母的线索。还有别的吗？暂时没了，你留意他身上有没有类似东西。给你买的，连午饭都顾不上让你吃。回了个电话，没什么重要的事。真的谢谢你能在这时候陪我。咱们是闪婚，连感情基础都没有。夫妻之间必须要这么客气，做这些不是应当的吗？无论夫妻还是情侣，都要注意界限。与其祈祷白马王子，不如好好赚钱，自己乘上白马周游世界。你就那么喜欢钱？可以喜欢有钱的白马王子啊。王子会带着钱离开，我的钱不会背叛我。再好的感情过了新鲜劲都一地鸡毛。书上说爱情保质期最长2年半。郑宏杰对文文8成早已变见，只是我没证据，不能嚼舌根。你从小到大身上有带饰品的习惯吗？或者随身长期携带的东西？没有，我小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带饰品的奢望？你不会是想送我礼物吧？如果收到礼物，你想要什么？只想看到银行卡里的数字越来越长。上天送到身边的帅哥，何不试着培养感情？这村子变化太大了，从前都是破旧房屋。当年我想去父母坟上上坟，大伯说我不是亲生的，不用祭拜，我只好花钱在城里的庙中给养父母立了牌位。他要哭了，我真想抱他一下。我们村很小，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都是长辈。甘心，姐，甘心，你现在好漂亮啊！我前些年在韩国留学，做了几项医美。这是我男朋友孟燕，这就是我妹妹甘心。
大伯，你现在好厉害，家里变化太大了。咱大伯如今可是村里的首富。你也姓孟，在孟氏总部工作，和孟家财团没有亲戚关系，只是凑巧同姓。气宇不凡，看起来有前途，你可要珍惜。大伯，我听说父母临终留了一样东西，上面有我身世线索，就在老宅。你听谁说的？二姑。建民赌博输光20万，还偷我抽屉的金戒指去卖，我早跟他们断了关系。你身上那东西好像只是块普通的石头，卖都卖不掉。后来你爸妈收起来了，老宅荒废多年，我正打算翻新，要找东西趁早。姐，你和他怎么认识的？相亲认识的。长这么帅的男人怎么可能去相亲？他开什么车？东风。他在孟氏总部，经常加班。你们同居了吗？打算结婚吗？其实我们已经领证了，这事儿没跟外人说，属于隐婚。孟先生很靠谱，一个愿意跟我领证的男人，能骗走我什么呢？行吧。住手！好啊，你还有脸回来？别过来，否则我不客气。建民表哥，你们干嘛拿砖头砸我们老宅？你这个姐姐出息了就变白眼狼，一个月1-2万，1分钱都不肯帮衬你表哥。我不跟你们打，今天只拿东西。妈，把东西拿走，让他一辈子找不到亲生父母，比揍他痛苦100倍。我儿子果然聪明。怎么回事？他一个晚辈，你们能请他帮什么忙？他一个月好几万，卡里闲钱就50万，到自家人这儿1毛不拔。人家赚钱是人家的，凭什么贴给你？可以象征性给一些。甘琪收入这么高，不在乎这点钱。这是赤裸裸的要挟，1分钱都别给。三伯当年给我家送过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没问题。二姑建民没半点恩情，哪来回报？把你养大的是我哥，他不在，你理应孝顺我。行，多少钱？每个人说个数，合理范围内直接2清。甘仙是我亲侄女，甘琪的钱我不能要。他们小时候给我家送过吃的，给我5000补贴生活吧。5000？打发叫花子呢，最起码30万。想拿这东西也行。30万，1分不能少。还有他那辆车也得给过来。一对没有丝毫恩情的母子，却提出了最离谱的要求，太过分了！二姑，甘琪是我亲姐姐，你做事就不顾一点亲戚感情吗？她这次回来是拿自己的东西，1分钱都不该要。傻孩子，她拿了这东西就去找亲生父母，以后再也不会回来。姐，你不用拿钱换，我知道你要拿的是什么东西。小时候我翻出过。爸妈说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一直记着藏在哪儿。就是这个。你放开我！你家族长辈都在这儿，别再给他们丢人了。还嫌丢的人不够多，没成色。这没你的事儿，他的东西让他拿走。是他，这的确是我小时候带过的。姐，爸妈说你被很多家收养过，身上一直带着它，这是你亲生父母留下的印记。你刚到家时身体不好，很多亲戚劝放弃，你爸妈却坚持给你治病。这手串被人偷走，想换钱，问了一圈都说是普通石头卖不出去，找回来才收起。他们本想等你成年再交给你，没想到一场车祸就离世了。养父母这么善良的人，却命运多浊。姐，你拿好，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吧。大哥，那可是好几十万呀，我们白白养他这么多年。就算给钱也不给你，你养过他吗？别再丢人。三伯，把你卡号给我，我给你转账。不了，我没养过你，不该收这钱。您困难时还往我家送米面，从没因我是女孩轻待我，这些我都记得。三伯，这名片留着。家里缺米口优，任何生活用品，打上面电话就送，不用心疼钱，都记我账上。只有你一个人能用，我会让人定期核验。能给出这种东西的人，绝不是普通打工人。郝后生，闺女，你找了个好对象啊，赶紧结婚，别耽误。你们两个别再丢人，回自己家去。只是姐，你这婚结得太突然，还是领了证的隐婚，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布？这个嘛，看情况，等感情稳定。等你回城，咱姐妹好好聚聚，我有好多话跟你说。
别不舍得了，回城常能见。别忘了，待会儿你还要去相亲。我可以不去吗？我不想找没感情的对象。你们都说我比甘琪幸运，可我今天才发现，他才是真的幸运。入职联世第1年，我以总裁助理身份进场做会议记录，才有机会近距离见到他。那天我第一眼就被这个男人迷住，借着做记录偷偷拍下了他。他是孟庭勋，孟氏集团的接班人。我一直知道自己和这种阶层的男人隔着一道跨不过的鸿沟，可为什么偏偏是养女姐姐能轻易和他领了证？啊去！是不是冷气太大？别感冒了。没有，就是鼻子突然一痒。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妹妹。可能她做了医美变化大，你们男人脸盲，看着相像罢了。对了，她现在在联世集团工作，是你们老板的对手哦。嗯。我在想，我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用石头当饰品？或许他们洞悉人性，怕给你带金贵的东西保不住。甘琪，我有个朋友对这类饰品颇有研究，你若信得过，让我拍下细节发给他查查。好啊，我拍几张，一会儿发你手机上。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怎么？怎么？我脸上有东西？没什么，我在想咱晚上吃什么。孟先生，今天陪我跑一趟老宅太辛苦你了，我请你吃大餐，红烧鱼、大虾、烤鸡，你想吃什么？晚饭吃这些会发胖。我一个女人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这么爱美的吗？不是我说的，是营养师嘱咐过，晚上不能大鱼大肉。营养师？你们公司连营养师都给配，不愧是首富家的企业，福利真好啊！就吃这一顿，别忘了你中午都没怎么吃。帮我这么大的忙，我不能让你饿着，好不好嘛？就当陪我吃了。别乱碰我，开车呢。那我就当你答应了，咱是吃鱼还是吃虾？你想好，你说的这几样都不便宜。没事儿，姐今天大方一回，想吃多少随便吃。我知道孟先生讲究，极其注重食材干净，今天带你去大店吃。去大店吃，意味着这顿饭一半的价格都是替店家分房租。我要是你，就直接买好的食材回家做，干净卫生，还省了预算。对啊，我明明有厨艺，同样的钱能多吃不少。改道，先去海鲜市场，我今天把鱼和虾都给你做了。你认真的？当然，鱼和虾可不发胖。老板，这条鲤鱼要了，麻烦现在就杀好，回家省时间。大虾来2斤，挑活的。够了，2个人吃不完。再拿几盒羊肉，回头咱涮火锅。你还打算喝啤酒？鱼虾都有了，不配啤酒没有灵魂。孟先生，你难道不为我开心吗？我父母留给我的东西，我今天真的拿到手了。开心。等你朋友把这刻字认出来，我说不定很快就能见到我亲生父母了。今天是我这辈子最不寻常的一天。孟先生，待会儿咱吃的可是重口味，你现在洗了一会儿，身上还是鱼虾味儿。那就再洗一遍。我头一回见这么安静的男人，你家从小到大的水费肯定不少钱吧？还好吧。前天那套是湛蓝的，再往前是咖啡条纹的，今天浅蓝。你到底有几套睡衣？2、3套替换。2、3套？咱俩认识到现在你就没重样过，你一个大男人衣服比我还多。还有，我这篮子里从来没见过你的衣服，你是趁我不在家偷偷洗吗？洗衣店洗的。你这也太奢侈了，以后我帮你洗，别再乱花钱。我在家习惯把自己的衣服跟别人的分开处理。行，我给你单独洗，爱干净总比脏兮兮强，说明你自律。下午看他把三伯的事一件件办妥，我才发现他是个能让人信赖的人。来，先碰一杯，庆祝今天的事顺顺利利。这又是什么？今天给三伯预支的美面粮油钱，他老人家吃1年不是小数，我不知道给多少合适，先转这些。三伯那是我的心意，不需要你分这么清。你总这样，又是买车又是帮忙，我怕以后还无可还。我说让你还了吗？这是我的决定，和你无关，别再有下一次。
那行，你不收这笔钱，就得陪我多喝几杯。要不咱俩玩游戏吧，真心话大冒险。不但损失了钱，还要搭上健康陪他闹，我被套路了。你行吧？孟先生，愿好运与我们同在。真心话大冒险，谁输了喝一杯，不回答的也喝一杯。我先来，第一个问题，孟先生，你谈过恋爱吗？我拒绝回答。不行，这是规则，不回答就得喝酒哦。你换个问题。东西好啦 ，OK， 丰盛的晚餐正式开始。人呢？合同第3条改掉，明早我签字之前，让他们把付款方式重新报一遍。怎么往那儿一站，活像杂志里走出来的男模特？怎么了？孟先生，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特别帅？我不信没人追过你，你应该很受欢迎才对，怎么会单身沦落到相亲？因为我不好相处。你不了解现在的女人，我们对帅哥的容忍力很强，就算不好相处，只要有一张好看的脸，很多女人也能接受。说嘛，到底有没有人追过你？没有。我不信。那有。是谁？她漂亮吗？你为什么没接受？能不能换个话题？我不想聊隐私。别忘了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不聊隐私还有什么灵魂？快讲讲喜欢你的那位女士，她什么情况？没什么，我不喜欢她。为什么不喜欢？性格原因，还是你太挑剔？既然是真心话，我也有权利问你，你有喜欢的人吗？有啊。有，怎么了？他已经结婚了，居然这么毫不忌讳地承认心里有人。是谁？是谁？上学时喜欢过一个学长，他家里条件特别好，我条件太差，自卑的连话都不敢跟他说，更别提表白了。后来呢？后来他跟校花在一起了呀。我这暗恋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知道。原来只是学生时代的暗恋，连表白都没有。我这块石头落地了。嗨，谁青春期没心动过？你肯定也暗恋过你们学校的校花？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上的国际学校，班上一半外国面孔，谁好看谁不好看，在我眼里没区别。孟先生，你这不是审美，这是没长眼。我再问一个，孟先生，你有没有波波过？什么？就是这个。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别扫兴嘛，你告诉我，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不。跳过去，下一个问题。不能跳，真心话大冒险，你必须回答。唉，跟你玩游戏真没劲。那这样吧，我先悄悄告诉你我的答案，然后你再告诉我，行不行？你有波波过？认识那天他亲口说的，毫无恋爱经验，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女人，哪来的波波？有啊。有？碰一下嘴唇而已，多平常的事。你就这么随意？都什么年代了，我不信你没亲过女孩。我还录了视频呢，你要是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视频在哪儿？干嘛玩个游戏这么严肃？这是游戏吗？和谁？为什么？视频在哪儿？他身边的男人我都过了一遍，送他回家还替他出头的只有一个，莫非是许金兰那小子？就在手机里。打开，我看看。好像是去年年初。对了，在这儿，抱着别人家的老公，感觉真好。就是这个。这就是别人家的老公。他这么小，肯定不是我老公啊。好了，下一个问题。不行，你自己那个还没说呢。我总觉得你在戏弄我。哪有？快说嘛，我真的会替你保密。这游戏太无聊，还是退出比较好。孟先生，你耳朵都熟了。孟先生，你说的对，你可真镇得住。可惜你镇得住嘴，镇不住耳朵。胡说什么？又不是我非要看非要听，是人家非要闯到我面前。再说了，大家都是年轻人，社会氛围这么开放，谁不理解？你做什么？嘘，小声点，不要影响别人。搞不好隔壁还以为我们俩也很相爱呢。你看，
我们看起来也很般配啊。喂，孟先生，你不是不会波波吗？要不要我教你？我的个老天，不敢想，夫妻间干柴烈火很正常的，人总有七情六欲。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他们怎样是他们的事，但是你得做到心静如水。心静如水？孟先生，你耳朵都熟了。孟先生，你说的对，你可真镇得住。可惜你镇得住嘴，镇不住耳朵。胡说什么？又不是我非要看非要听，是人家非要闯到我面前。再说了，大家都是年轻人，社会氛围这么开放，谁不理解？你做什么？嘘，小声点，不要影响别人。搞不好隔壁还以为我们俩也很相爱呢。你看，我们看起来也很般配啊。喂，孟先生，你不是不会波波吗？要不要我教你？孟先生，让我亲你一口吧，正好让你感受一下波波波是什么感觉。放开你的手。我想放开啊，可我一只手被你脖子压着呢。这样推下去，他会摔到地上。不要害羞嘛，让姐姐疼疼你。你肯定没跟女孩子亲过吧？那可是很美妙的感觉，像吃果冻一样。算了算了，孤男寡女，我这么调戏人家，好像是有点过分了。哎，你肩膀抬一下，我手抽不出去。不玩了，别压着我手。你不要试试吗？我开玩笑呢，你肩膀挪一挪。不对啊，刚才明明是我调戏他，怎么一转眼我成了猎物？不是要教我怎么亲吗？等一等，我不是那个意思，刚才都是开玩笑的，你冷静一点。怕什么？我们本就是合法夫妻，夫妻间难免干柴烈火。别忘了我们有试婚协议，不许占对方身体的便宜。协议上还写了要培养感情，最好的培养感情方式，难道不是身体的沟通？呀，你胡说什么啊？快放开，要不然我生气了。怕什么？你不是要教我？我警告你别乱来，我学过柔道，还学过跆拳道。还以为她有多大本事，原来也只是个普通的闺中女孩。她不比那些千金差，身上还有股淡淡的清香，不腻人。梦魇，我警告你，你别……怕了？没怕，呼吸不畅难受，你先起开。领证那天我问过他的恋爱史，他只说以后再告诉我。别乱动。你要做什么？他敢乱来，我就咬烂他的嘴，咬他舌头，咬他的脸，让他明天没法出门见人。我甘琪可不是能被人强迫的女人。真的像果冻，好暖，好柔。时间要是停在这儿，多好。是这种感觉吗？完了，我刚才还装得跟个老手一样，让姐姐疼疼你，现在真是没脸见人了。他的肩好宽，像一间大大的房子，温度刚刚好，能挡住外面所有的冷。从害怕到安心，才这么一会儿。我不想从这儿出来。我天天自诩成熟女人，可这是我真真切切的初吻。孟先生，你，我是你吻过的第几个女人？孟先生，我是你吻过的第几个女人？以后别问这种幼稚的问题。孟先生，我突然发现，你是我遇到过的长得最漂亮的男人。漂亮，这词儿是形容男人的吗？他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算了，不计较，知道他是在夸我帅就对了。这是我第一次和异性这样贴着。我一直以为自己最讨厌男女腻在一起，可他身上淡淡的味道很暖很软。把他的肩膀当成城墙就好，可我怕他一松手就起身走了。孟先生，可以这样抱我一会儿吗？给你3分钟，10分钟吧。10分钟之后，我会无情的把他叫醒，毕竟我的肩膀很贵的。说好的3分钟，我们在沙发上睡了一整晚，我人生第一次抱着一个女人睡到天亮。
真是的，一个女孩子睡觉这么不老实。孟总，您醒了吗？今天早上有会哦，要不要我们上楼接您？请问夫人在吗？我们动作很轻，不会吵醒她的。跨境会议，还有这场面，任谁看了都会误会。你们在楼下等，不许上来。秦风，会议几点开始？6点10分之前得到公司哦，孟总。一个洗漱的功夫，你换了8个走姿。不行，万一把他弄醒了，我该说道歉还是说早安？孟总，开会的衣服都给您带来了。别这么高调，都放松点，衣服到公司再换。是，孟总，您昨晚休息的怎么样？问这个做什么？对不起，孟总，我僭越了。孟总近期为公司忧心繁忙，太辛苦了，以后不该多嘴。好险，没失身。昨晚他把我搂在怀里亲了一下，我的初唇就这么没了。哎呀，当时怎么就不推开他呢？毯子是他盖的，那我裙子跑那么高，他不会偷看了吧？怕什么？现在小姑娘10几岁就恋爱，谁还看重初吻？我一个大龄姐姐亲一下怎么了？不能太在意，要当个成熟的见多识广的女人，再不品尝就老了。也对，我们本来就是夫妻，亲亲抱抱很平常，就当体验生活。昨晚忘了收，可别坏了，晚上回来重新热一遍，全让梦魇吃完。节约是美德。昨天喝了那么多酒，早饭得清淡，多点蔬菜，均衡营养。果冻一样的口感。他凑过来时那双眼睛，既要吃饱又要吃好。孟先生，今天算你有福气。孟先生，早饭做好啦。他已经走了，辛辛苦苦做2人份，我这是白忙活一场，连声招呼都不打，出门留张纸条也行啊。明明昨晚都那样了，一转眼又变回独来独往的独行狼。这位孟先生，干脆去当特务吧，外号就叫孤狼。走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没惊动他。孟总，早餐为您备好了。一会儿再说。不知他今早吃的什么饭。孟总，企划部有一个7000万的项目需要您过目。7000万，这种体量的项目也要送到我这儿？企划部谁负责？是孟廷浩公子。一个部门主管还是董事会成员，会也不开，字也不填。他人在哪儿？已经通知了，正在赶来的路上。大清早出门上班，连个招呼都不打，纸条也不留，哼，没口福。这么营养的早餐，我带给西西吃。看，一个大笑脸，让他后悔去吧。饿死他，饿死他，饿死他！哎呦，你不知道，我今早遛弯又看到那辆劳斯莱斯，我儿子说那车贵得很。是啊，前后后跟了一串好车，气派得很。听说是一单位的住户，还是个年轻人，也不知结婚了没。年纪轻轻就这么大的老板，要是单身，我就把我女儿介绍给他。那车我也见过2回，车主确实年轻，不知是哪家的青年才俊，神龙见首不见尾，干干净的，这可是我的小老公。喂，是我的粉色电动车修好了吗？甘小姐，您那辆返厂的车，工厂通知说那一批次有安全隐患，已经停产了。啊？那怎么办？厂家给2个方案，全额退款，或者换别的型号，多退少补。可我就喜欢那个款型，性价比又高。那我先想一想，回头答复你行吗？可以的，甘小姐。又堵，这个点没10几分钟过不去。就说嘛，还是2个轮子的车有效率。那个人怎么这么眼熟？是孟先生的堂弟孟廷浩。廷浩，怎么是你？我第一次上班路上碰到你。大嫂，早。大嫂什么时候换的车？挺漂亮，适合女孩开。你大哥给我买的。我那冰川一样的木头大哥，居然会给女人买甲壳虫？你每天也走这条路上班，这么堵会不会迟到？别提了，我本来今天休息，公司临时通知开会，急急忙忙出门就堵这儿了，早饭都没来得及吃。你们老板也太不体谅人了，休息还把人喊过去开会，跟我刚毕业当小助理一样，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猪晚。廷浩，拿着，我做的早餐，你到公司先垫一垫。
这怎么好意思？快拿着，我今天本就多做了一份，正好给你。谢谢大嫂，还是热的呢。我爸妈很少问我吃没吃饭，大哥更是个雷厉风行的霸总，难得感受一次温情。到了公司找个地方赶紧扒2口，早上不吃东西对胃和肝胆都不好，知道了吗？知道了。大嫂，我开会赶时间，先撤喽。开着公司的车也这么不爱惜，不过他那老板也够过分的，哪有把员工当流马用的？早上的跨境会议缺席也就算了，通知你来学习会议资料，迟到9分钟。早上那个会我好像没参加的必要，迟到是真堵车，我很努力在赶。还找借口，整天除了吃喝就是玩乐，以后拿什么继承孟家产业？不是有大哥你吗？我又没说要继承。还有你们，一个个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孟廷浩一个7000万的小项目，签字都能签到我这里来，你们平日里都干什么吃的？大哥，那项目原本是让小五帮我签的，是吧，小五？我今天不舒服，大概吃坏了东西，这几天拉肚子。跟哪个女明星吃东西吃坏的？小六，你上个月零花钱账单超了60%，写份报告给我。是。小七，你花800万拍了一双限量球鞋。是。干活的时候弱不禁风，享受的时候生龙活虎，这是把活都留给我，让我给你们打工。大哥，我们不敢了。从今天开始，每人每周给我做一次工作汇报，工作不达标的，银行卡一律限额消费，必要时停掉。孟总，再不吃就凉了。放下吧。大哥，我必须解释一下，我一接到电话就出发了，是路上堵车太严，我连早饭都没吃。知道堵车就应该提早出发。怎么，要我把早餐分给你？我有。儿童餐嘛，用这么幼稚的盒子装饭。大哥，你说这话可别后悔，你不觉得这东西很熟悉？你好歹是公司董事，这么大个人用这种东西传出去有损公司颜面。别老说我，说不定你在家也用。我怎么会用这么……这饭盒是我家的，这是甘琪的。还是大嫂好，知道我没吃饭，特意给我准备的早餐。给你准备的。你们什么时候见的面？机缘巧合，堵在同一个路口。大哥常年坐在你的劳斯莱斯后座，根本没体会过堵车的痛苦。大嫂说我老板太没人性，就知道压榨人，心疼我不吃早饭。哇塞，丰富多样，卖相一流。我宣布，从现在起，大嫂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女人。黄显东以后再说她心机深沉，我就跳起来揍她。大嫂还说，早上无论如何一定要吃饭，否则伤肠胃。大嫂好温柔啊。温柔？你确定没认错人？一碗早就把你收买，瞧你那点出息。大哥，你嘴里怎么一股酸味儿？你不会是没吃过大嫂做的早餐吧？胡说，吃过，只是从没这么精致丰盛过。哥，你看这烤肠多香啊！真奇怪，大哥你吃的是公司餐，大嫂没给你做吗？这么美味的爱心早餐，偏偏我有你没有，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对待别人的方式？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好好谢谢他。你开会迟到，业务生疏，做什么都不行，还好意思吃得下饭？没收。大哥，我饿着呢。那个给你了。哼，独裁者。什么？没什么，大哥英明。我家这位常年冷冻绝缘的大哥，不会是吃醋了吧？我是她的丈夫，合法丈夫，她却从没给我做过这样的早餐，连调皮不正经的堂弟都有这待遇，我倒像个可有可无的人。问什么？一盒早餐而已，比公司餐好吃。昨天他低下来的那张脸，眼神深得像水，鼻梁高挺，薄唇紧绷，唇碰到唇的时候，温温的，润润的。呀！吓死我了，西西，你什么时候到的？我刚才就到了，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一直在发呆。我可能太专注了。专注？你画的这是什么？自己看。我明明要画的是一张风景画。你以前从不画这些，有情况？没，不对，肯定有情况。今天你别想跑，坦白从宽。坦白从宽，真的什么都没有。你们昨天不是回老家了吗？事情进行怎么样？回来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昨天回老家拿完东西就回来了，挺顺利的。然后呢？然后就回来了。昨天赶时间忘了给你发消息报平安。昨晚吃饭了？喝酒了？
一点点。你不会把我上次给你的那瓶情侣酒拿出来喝了吧？那个很猛烈的。没有，就普通的啤酒。跟你讲讲昨天回老家的事吧。二姑和建民太过分了，他们竟然想敲诈勒索。我不想听，我只想听你和孟先生昨晚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做了羞羞的事？没，脸红的像猴屁股一样。你说没有？就亲了下。亲了？谁主动的？当时不小心躺倒沙发上。停，细说，如何躺下的？是你故意把他推倒，还是他色诱了你？都不是，我们俩不经意间抱在一起倒在沙发上，他低头亲了我，真的就一下。伸舌头了吗？很轻很轻的一下，只碰到嘴唇。然后呢？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了？甘琪呀，甘琪，不是我说你，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好好把握呢？现在的小姑娘可厉害了，一个个10几岁就开始谈恋爱。咱们这种开窍晚的女人，本身就晚了10年。这么个大帅哥倒在你怀里，你们居然只是亲了下，居然还睡着了！没事，这是个好的开端，抓紧机会趁热打铁。那今天早上孟先生有什么表示？他一早就上班去了，今天还没见着他面。我真想在你俩身上各装块磁铁，一靠近就吸住。甘琪，你知道吗？男女之间的吸引力是本能决定的。一个女人不排斥和男人接吻，就说明潜意识里已经喜欢上他了。而男人愿意主动吻你，说明你对他已经有了性吸引力。哎呀，你在说什么呀？大概率是昨天喝了酒，再加上隔壁小夫妻传染的暧昧气氛。别怂，我教你。接下来你去买一套，晚上换上，装作不经意让他看见你，他肯定会心动的。对了，我这次回去见甘心了，她现在变得好漂亮，像韩国女明星一样。这么多年从来不主动联系，恐怕早就忘了有你这个姐姐。别这么说，她前些年在韩国留学，课业压力很大哟，还有钱去韩国留学，都没钱给你打个电话。我还记得大学时你勤工俭学，攒钱给她寄好吃的，她可从没说过一句谢谢。你挤在60平的房子里，在舅妈家像个免费保姆，天天干活，她也从不问一句。别这么说，我毕竟不是有血缘关系的甘家女儿，她没有义务要做什么。况且我这辈子能被养父母收留已经是很好的运气，对我来说算是天大的恩赐。做人不能太贪心，这次拿回亲生父母留下的东西，搞得我特别想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我支持你寻根，搞不好啊是一对富豪呢。富豪哪有抛弃亲生女儿的？多半是家里穷，或者下面有弟弟，才把我丢了。别想那么多，要相信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现在事业已经起步，完全能养活自己，他们穷啊富啊对你影响不大了。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你已经很棒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先搞定身边的男人，听到了吗？你就别操心我了，对恋爱这么感兴趣，自己去谈一个，亲自实践。你以为我不想实践吗？我羡慕你和帅哥住同一屋檐下，我巴不得遇见个靠谱的帅哥，放眼望去全是丑八怪。可以把眼光放低一点点。我的目标很清晰，要么有钱，要么有颜。有钱让我衣食无忧，有颜让我延年益寿。对了，甘琪，我最近听到一个富豪圈的劲爆秘密，你想不想听？想听，你说吧。这是我一个有钱亲戚私底下告诉我的，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到底哪家的？孟氏集团。孟氏集团就是那个首富孟家，对，1000亿的那个。上次连家千金跑到孟氏集团总部求婚，你还记得吧？记得，那视频当时特别火，我还收藏了，画面拍的糊，但我认出了里面一个男人的脸。咦，打不开了。别找了，相关的视频全下架了，大概率被孟氏集团公关掉了。一夜之间全清掉，这手也太长了。重点来了，我那个有钱亲戚私底下讲的，你千万别外传，连大小姐那次根本不算求婚。那是什么？只是示爱而已，人家孟大少爷压根儿没答应过他。更劲爆的是，他们俩差一点就结婚了，早就进了相亲流程，都到相亲了。那怎么断的？连大小姐为了搞定孟大少爷曲线救国，先把他爸妈哄住了，孟大少爷这才勉强答应见一面。结果相亲那天，连大小姐迟到了。然后呢？然后孟大少爷再也没给过他第2次机会，一次都没有。就因为迟到，他为这急得快疯了。本来多傲气的一个女人，现在成了恋爱脑。他接受不了孟大少爷不喜欢他这个事实。这么一听，我倒觉得是孟大少爷有问题。一个高贵的千金放下面子主动求爱，他反复推脱，这不像正常男人。所以说啊，我亲戚讲，
如今孟大少爷行踪非常诡秘，身边好像有了个神秘女人，而且他性取向没问题，不是 gay。神秘女人？我刚知道他不是 gay 的时候，还以为我的机会到了，结果人家早就金屋藏娇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女人有这么大的耐性，能跟这么古怪的一个人在一起，能让首富孟少爷金屋藏娇的，那女人道行绝对不浅。你猜她是什么样的？清纯挂的，还是妖艳挂的？不好说。我真想认识认识她，向她取取经，学学怎么搞定豪门继承人。甘琪，你不好奇她长什么样吗？我好奇她也不会突然蹦到我面前呀。不过要我说，这位孟少爷不管家世还是外表，都跟连大家更配，门当户对嘛。首富家跟只差一点的连家联姻，强强联合，那简直世界无敌了。这俩人本来就般配，富豪家的八卦听听就行了，别带入自己的生活。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网店押的那笔款什么时候能提现？多少？结算下来有8万块，等钱到账我手头就宽裕了，先请你吃顿大餐，再从里面拿一部分留给孟烨。他嘴上说为我花的钱不用还，可无功不受禄，得有来有往。我对你的大餐不感兴趣，我现在只想和总裁谈恋爱。甘琪，你说实话，我这颜值能打几分？我要是学连可怡去倒追孟大少爷，成功几率有多少？你长相当然不难看，加上你那化妆技术，跟连大小姐比也没差几分。只是什么？与其去追孟少爷那种虚无缥缈的富家公子，还不如老老实实搞钱。再说了，刚才不是说他身边已经有神秘女人，你准备去挖墙脚？你懂什么？一个藏在背地里不肯公之于众的女人，最大的可能就是俩人感情还不稳定。既然感情不稳定，那我当然有机会。甘琪，假如我真嫁进豪门，一定保你后半生吃香喝浪。谢谢，但我并不想让你嫁入豪门。为什么？你妒忌我？你想啊，一入豪门深似海，有钱人家的相处哪会像我们这样简单？你家虽然有趣，可跟首富孟家比，档次总归差了些。双方家庭实力不对等，将来夫妻起了矛盾，妥协退让的必然是你。到那时候，连你爸妈都不一定能替你出头，这样的婚姻是不平等的。所以你最好找个跟你家财力相当的，以后在家里能挺直腰板。至于孟大少爷吗？还是留给连可琳去攻略吧。说真的，他穿着白婚纱当众表白，敢爱敢恨，这点我挺佩服。换我肯定瞻前顾后，怕别人指指点点。你说的都对，可我一个常年孤寡的单身狗，总得做做梦，抚慰一下内心吧。不像你，身边就住着那么一个大帅哥，居然不为所动。其实我已经有所动了。对了，我跟你说个挑的秘诀，就不提了。关键是材料千万别选太结实的。为什么？上次有个新闻，女的买嫌太结实，把商家投诉了。的重点不是衣服，最好情到深处能轻松撕拉。哎呀，你别说了！你天天给我当军师，还不如自己找个男朋友去实践呢。我倒是想实践，关键没帅哥呀。你老妈最近不逼你相亲了？别提了，家里介绍了几个，不是年纪太大，就是没共同语言，一个个赖的2、5、8万，还有的一开口就想吃软饭。对方要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情愿单身。你还记得维多利亚咖啡那个卢先生吗？带娃离异，长相普通，还对女人挑3拣4。现在普信男真的太多了。甘琪，下次我要是再相亲，你还陪我好不好？我不敢了，上一次被孟先生误会，害我差点解释不清。没事儿，下次我提前跟他打招呼，绝不会再有乌龙。我不太想。你想啊，相亲都约在很贵的餐厅，你不花1分钱就能尝各种美食。美食诱惑虽然大，可普信男太有杀伤力，我宁愿不吃，也不想委屈眼睛和心情。甘琪，你可是将来的艺术家，格局放高一点。什么格局？现在相亲特别流行约在高级展馆，你是搞艺术的，去那儿讨讨情操，顺便认识一些社会名流。万一碰上有人欣赏你的话，那就是伯乐遇上马里马，搞不好一下子就出名了。以后我还经常带你去高级宴会拓展人脉，咱可是有事业心的女人。高级展馆倒是可以去看看。所以嘛，我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这算盘打得真响。谁呀？谁在那儿？谁？昨天二姑刚在楼下堵你，别是又来人了？乐乐，姑姑，姐，快进来呀！小乐乐，好久不见了，快让阿姨抱抱。文文，你什么时候到的？刚到没2分钟，在门口看你们好像在说正事儿，就没打扰。姐，没耽误你们干活吧？没有没有。这个点你不是该在家给他们做午饭，怎么跑出来了？
文文，你是不是出事了？办公室人来人往，别在这儿哭，走，去我家说，我给你煮面。姐，我再不找人说说，我怕自己憋出病来。乐乐跟阿姨走，姑姑家冰箱里有汽水。昨天我回老家那些糟事儿一会儿再说。文文，这个点你该在家做午饭，怎么跑出来了？我不想做了，姐，我现在都讨厌自己了。文文，认识这么多年了，不是我说你，你脾气太好，容易被人拿捏。上次乐乐过生日，你们前脚刚走，红杰后脚就想把那笔钱拿去给他妹妹。钱他拿了？没有，我把钱看得死死的。可他们回酒店那天，把家里好吃的全搜罗光了，我气得都想报警。他妈妈虽然再婚，每个月退休金不少，怎么急着让他出钱？婆婆的钱都存着不动，她妹妹考上大学要学费，红杰说她自己出。哟，她考了3年吧，今年终于考上了。我们一家还跟我爸妈挤在60平的房子里，我买菜精确到毛，她倒要补贴妹妹，让婆婆当甩手当尾。我早说郑红杰是妈宝男，尾巴露出来了吧？结婚前装孙子，甜言蜜语能拿奥斯卡。别人家娶媳妇儿几乎掏空家产，他家娶媳妇像找了个保姆，房没买，彩礼没几个，婚后住样么多家还脸不红心不要。小乐乐乖，长大千万别学你爸。我也看清了，与其天天在家被他挑毛病，不如早早做好准备出去工作。可我一说要工作，他就讽刺我，社会早变了，跟社会脱节的人什么都干不成，出去也天天被老板骂。骂就骂呗，老板骂你起码给钱，老公骂你1分钱没有。挨骂我不怕，我怕的是白挨骂。文文，我当然支持你。上次你说想出来工作，我已经帮你问过了。现在大环境不好，很多公司接受不了带娃的女人，都想让员工随时加班。想给你找个能兼顾乐乐的，真不容易。所以你第一份工作不会轻松，得学着适应。我知道姐，我又不是没上过班。早些年我一个人顶2个人干。那就别等乐乐上幼儿园，白天你把他送我这儿，我帮你搭把手看着。不，你平日经常在外面跑，不知道带孩子多费事。乐乐真在这儿，你连画都画不成了。可文文，你家郑红杰现在就开始嫌弃你了，这种人说变心就变心，咱们不能掉以轻心。上次吵架，我们2个都提了离婚。离婚？他拿离婚威胁你？不是，我也提了。以后万一真过不下去，我手上有收入，起码能争一争乐乐的抚养权。你想多了，他们家重男轻女，乐乐是个女孩，人家搞不好根本不想养，回头还得想办法把孩子推给你。那我更得有钱，重新融入社会我知道难，哪怕干力气活我也愿意，只要给钱。我认识个开幼儿园的朋友，抽空我给他打电话，问问收不收乐乐这种提前入园的。谢谢姐，反正我想好了，哪怕找个中午不回家的工作，我也不再当免费保姆，还要给他妹妹做一顿饭，我没那么闲。你说什么？不单要你们家出学费，还要管他一顿吃？他家占便宜没够了。红姐总说，不就添双碗筷的事儿。既然做了决定，后面就别轻易反悔。万一他3言2语又乱了你心事。放心吧，甘琪姐，我以前就是太软弱，这些日子我算想通了，自己好了，别人才会对你好。乐乐，看这是什么？他妹还在呢，打算从现在开始就让你们养着。郑红杰给他妹订的酒店，一晚好几百，比我们1个星期的饭钱都多。对自家媳妇苛刻小气，对妹妹挥金如土，日子不是这么过的。本来他妈该帮你们带乐乐，一天没带过不说，现在还把妹妹塞过来，家里都紧巴成什么样了？他妹要脾气好也就算了，偏偏爱打扮、爱挥霍、蛮不讲理，还有偷东西的毛病，来了就是祸害。我看郑红杰分明不想好好过。文文，你这次做的对，不能一味迁就，他们家的人不能惯着。既然是郑红杰答应让妹妹过去蹭饭，就让他承担结果，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吗？那好，就让他做，你千万别伸手帮忙。这次我说到做到。文文，从你恋爱到结婚，我算从头看到尾。那会儿他说的多好啊，对你好一辈子，命都能给你。结果3年不到，誓言就过期了。婚姻啊，果然是爱情的坟墓。西西姐，你别受我影响，不是所有人的婚姻都像我这么糟，好男人还是很多的，我只是运气不好，不会挑。谁都影响不了我，我就是替女人不值，多少人被婆家吸血还不敢反抗。我以后嫁人之前，非把男方一家摸透了不可，人品、父母、兄弟姐妹一个都不放过。西西不像我们，她目标明确，拿得起，放得下。也不是谁都像你甘琪，运气爆棚，不但捡了个超级大帅哥，婆家还没人找麻烦。别这么说，我也有赌的成分。那天领证的冲动，我至今说不清哪儿来的。要是重来一次，我不见得还有那份勇气。你老公主动打给你，愣着干什么？快接呀！
喂，孟先生，怎么了？信号好的，通话也是接通的。孟先生，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昨晚那一吻才过去几个小时，他就打来了。孟先生难得打电话过来，是有什么事吗？姐夫真是个好人，长得英俊，人还体贴，希望他俩一直这么好。甘琪之前还跟我吐槽说孟先生上班像隐身，从没主动打过一个电话，今天可不就来了。我看啊，搞不好明年这个时候就有小娃娃啦。我为什么要打这通直通电话？目的是什么？我没有答案，他一接我就后悔了。孟先生，你到底怎么了？你二姑有没有再打电话找你麻烦？没有，有大伯的震慑在，短期内他不敢再来找我。那就好，就算他找你麻烦，你也别怕，有我呢。我不怕，东西已经拿到手了，他手上再没有底牌能威胁我。那个，你中午吃饭了吗？正准备去吃。平时中午都吃什么？跟西西一起拼美食，今天文文来了，我们正聊天呢。好的。孟先生，你打这个电话还有别的事吗？早上你遇见孟浩了？是啊，我俩都堵在路口了。你还给了他早餐。举手之劳，堂弟工作挺辛苦，原定休息的日子，一大早还得赶去开会。哪有轻松的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了。那个，你请说。中午吃饱些。这是我第一次吃爱心早餐，味道很好。唯一的遗憾不是他亲手给我的，是从堂弟手里抢的。大哥，你今天吃了我的早餐，等于欠我一个人情。滚一边去！那可是大嫂亲手做的，本来是给我的。这么想吃爱心早餐，就自己娶个老婆天天吃。出去！果然吃醋了，之前对大嫂防备心那么重，现在打脸了吧？怎么了？是你家那位想你了吧？没有，问问老家亲戚的事儿。昨天不是都解决了？这还值得专门打个电话？他就是找借口跟你说话。我也这么觉得，姐夫八成是想你了。说什么呢？他才上班几个小时，什么想不想的？孟先生做事周到，是怕二姑再找我麻烦。你就自己骗自己吧。不过说真的，那份试婚协议我到现在还是介意，签这个说明他心里还防着你呢。我知道，所以我也没敢把话说太满，先走一步看一步。别八卦我了，赶紧想中午吃什么。文文难得来一趟，我带你们吃好的。他该问一句吧，工作怎么样，忙不忙，晚上吃什么？冷血无情的女人，老公整日早出晚归，她连来公司看看都没提过，就不怕我是骗财骗色的歹人？陌生号码，莫非是他手机没电，借朋友的电话打来的？喂，孟言，是我呀，可怡。我换过号码，拉黑过他10几个联系方式，他哪来我的新私人电话？秦风，查一查，公司里是谁把我的私人号码卖了出去？当年他敢拿70万的支票买我的号码，我身边就难保没有第二个内奸。上次拿过去的钱你一定要收好。放心吧，甘琪姐，那钱我只允许花在乐乐身上。郑宏杰再卖惨哭穷，我也不心软了。这才对。姐，我挑老公的眼光是不行，可我看得出来，孟燕姐夫值得依靠终身。女人有时候不能太强势，你想办法再进一步，好好抓住他。昨晚那一吻，还有刚才那句硬邦邦的中午吃饱些。行了，知道了。这年头长成他那样的帅哥，活到这个年纪，感情是干干净净，谈男女事还这么拘谨，比3条腿的蛤蟆都少。西西文文，老家那些事儿他跑前跑后一句怨言都没有，我是不是该表示表示，送他点什么？送礼这事儿我最在行，你听我的，保证胖他1晚上都忘不了。西西姐，你先说是什么东西啊？买一套可爱的薄薄的，这种表示比送什么都有诚意。你走开！西西姐说什么呀？我说男人都是闷骚的，表面上冷静如水，心里不知道多希望。信不信你今晚回去直接扑倒他，他能捂着被子偷笑。孟先生防备心那么重，过于热情的方式不适合他。文文还在这儿呢，注意点形象。姐，我们都知道你自尊心高，可夫妻之间有时候是得温柔些。这话我不反驳，老家那些事儿他跑前跑后一句怨言都没有，我已经打算送他一份礼物了，不能毫无表现。我看姐夫平日穿衣特别讲究，送他一套好西装吧，或者手表。都说成功男人最看重手表，你咬咬牙买块好的，他
他每次看时间都会想起你。不妥不妥，你能想到，别的女人也能想到，要送就送出花样，送让人记忆深刻的。况且你们平日跟有钱男人打交道太少，一块好表的价格能顶一套房。一套房？我还以为千把块的腕表已经算不错了。那送好酒？不行，孟先生好像不爱喝酒，那就只剩西装。可西装这东西，好料子好做工，做下来也不便宜哦。姐，你预算是多少？太贵了，我心疼；便宜了又拿不出手。实在不行，我干脆再请他吃顿大餐。姐，你留意一下姐夫平时喜欢什么，按他的喜好送，总不会错。说的有道理，可问题是，我从没发现孟先生喜欢过什么。他好像对这世间一切都不感兴趣，除了上班还是上班，整天板着脸，仿佛全世界欠他500万。哎呦，又是孟先生打来的，今天这么想老婆？不是他，是个没见过的号码，我出去接一下。喂，请问你是？大嫂，是我孟浩。孟浩，今天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哥哥打完弟弟打。孟浩，怎么了？你那个饭盒，饭盒不急，哪天顺路带给我就行。我家还有好几个呢，那个你先留着用。早饭好吃吗？好吃，色香味俱全。那我改天再做一份给你，你方便的时候咱俩约个路口，我给你带过去。别了，我最近牙疼，吃不了什么东西，等过阵子吧。行。大嫂，要不这样，改天我碰到大哥，把饭盒给他，正好让他烧给你。都行的。对了，孟浩，我问你个问题，你大哥他平日里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早餐连饭盒都被大哥抢走了，这话我可不敢说。大哥交代过，绝不能让大嫂知道我俩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大嫂，你问这个做什么？也没什么，我们毕竟是夫妻，我想多了解他一点。就大哥那冰山一样不苟连笑的性格，大嫂居然主动研究他的喜好，莫非他真喜欢上大哥了？我大哥啊，他平日穿的衣服都是定做的，有固定的设计师和剪裁师。固定的设计师和剪裁师，可他衣服上有水洗标和领标，不像裁缝店做出来的。你是指他只穿某个牌子的特定款，对吗？是，大哥穿的品牌比较小众，一般人没听过，你不一定找得到。他也不喜欢太花哨的颜色，甚至连内裤都是非黑即白。好，我记下了。吃的方面呢？吃饭没感觉有什么偏好，更看重健康。私人营养师配餐这事儿可万万不能往深了说，其他就没什么了，是个工作狂。大嫂，你问这些是想送他礼物吧？不是我说，这世上估计没什么东西能打动大哥那颗见多识广的心。你大哥对我挺好，平日里帮我不少，我不能总衣来伸手饭来点口。我平常见的那些千金小姐，个个以自己为中心，仿佛男人对他们好是天经地义。大嫂，不用想那么多，你这么优秀，已经是上天给他最好的礼物了。你这小嘴，跟你大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嫂，与其琢磨着送他礼物，不如劝劝他，让他善待自家弟弟。怎么了？他平日里对你们很苛刻吗？何止是苛刻，动不动骂我们就算了，如今还要管我们花钱，从今天起每周都得向他做工作汇报，交不上就冻结银行卡。原来是这样，孟浩，你们应该体谅体谅你大哥，他一个人赚钱养全家，现在赚钱太难了。可他不体谅我们啊。他对人是挺严厉的，回头我试着给他一些建议，但你们也要听话，不要乱花钱。知道了，大嫂。大嫂，我知道了，你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大哥生日快到了。你大哥生日是7月初7啊！哇塞，不愧是大嫂，未雨绸缪。我这不是提前打听打听吗？可惜大嫂，这事儿我实在帮不了你。不过我相信，不管你送什么，他都会喜欢的。就看今早他抢那盒早餐的架势，大哥对大嫂早就不一样了。好的，那我自己考虑。谢谢你，孟浩。不客气，大嫂。平日里大哥心情好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替我们说好话哦。好的，我知道了。明明是亲兄弟，孟燕这个大哥却像个老父亲。几个弟弟对他敢怒不敢言，可见他平日里脾气有多差。到底是自家兄弟，相处太苛刻，伤了亲情不好挽回，是该跟他建议一下。7月初7，算下来还差将近1个月。衣服我找不到，吃的没偏好，酒也不喝。孟先生，你到底喜欢什么？甘琪，谁的电话呀？孟先生，不是孟燕，是他堂弟孟廷浩。孟廷浩，上次开着豪车跟你打招呼那个帅哥，给总裁当助理那个。就是他。我本以为他知道他大哥的喜好，结果什么都没问出来。西西，我连自己老公爱吃什么都不知道。他生日马上就到了，这说明上天不给你偷懒的机会，你得自己用心去发掘孟先生的喜好，别想着抄近路。知道了，既然他生日快到了，这次我就借这个机会好好表示一回。姐，果然像你说的，那些招聘的一听说我有孩子要照顾，一个个都说不合适。
还有一家，我说试用期只要1半工资，他们原本都答应了，后面一听我没法加班，不能出差，也把我拒了。没事儿，实在不行你跟我一块搞直播，直播化妆，直播带货，1个月比坐办公室挣得多。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可是人一多，我话都说不出来，几万人看着我，我做不到。先让他试着找个正常工作，最好像从前一样做个文员，实在不行再想别的法子。小乐乐，你想跟姑姑回家去吃好吃的吗？不可以哦，姑姑已经累了一天，你不可以再去打扰。她从来不给人惹一点麻烦，偏偏嫁了个极品男人，还有一家极品婆婆小姑。文文，走，一起去我家。今晚你带着乐乐在我那儿住下。这怎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孟先生其实非常喜欢乐乐，上次回来路上还说要给他买几件漂亮的公主服。可你们刚结婚，我这么贸贸然过去，姐夫会不会生气啊？那房子4个房间，怎么都比你家60平宽敞。走吧，咱俩好久都没说心里话了。你放心，我给你姐夫发消息，提前征得他同意。继续，这一版数据我不满意，重做。呀，姐，这就是你买的新车，好漂亮呀！我之前听二姑在背地里说，你宁愿花钱买一辆2手车，都不肯把钱借给表哥当彩礼。我还一直以为你的车很普通。好看吗？我把它当你第2个姐夫用的。姐，这车不便宜吧？也不贵，你姐夫托朋友给的最低价。他常年加班，公司待遇好还管饭，今天几点回来都不知道。坐稳了，让你感受一下姐的车技。红姐也说过要给我买车，以前我一直深信不疑，现在完全当梦了。少想不开心的事儿，多想想晚上吃什么。对了，昨天做的鱼和虾都没怎么动筷子，待会儿我热一下，咱俩把它消灭了。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呀？咱们得等他一块儿吃。不用，你姐夫常年加班，他们公司待遇好，管饭的。姐，姐夫一看就是十分能干的潜力股，现在肯疼女人的男人太少了，你可一定要好好对他。你才见过他几次，就看出他很疼女人？你是没见过他整天板着脸，浑身上下像个走动的冰箱。当然能看出来，我结婚的时间比你长。甘琪姐，其实我知道你结婚有很大原因，只是想摆脱以前的不开心。好了，我心里有数。我在婚姻上是个失败者，可我看得出孟燕姐夫比郑红杰靠谱，比我早结婚几年就当起我的老师了。是我的电话。喂，文英，你不看看几点了，在哪儿鬼混呢？你说话，你到底在哪儿？在我姐这儿。你有什么事儿吗？你好意思问我什么事儿？现在几点了？你做的饭呢？想饿死我们？我跟乐乐已经吃过了，冰箱里有菜，饿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做。你是疯了吗？你是要把饭留给我做？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工作，你连饭都不想做了，还想不想过了？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你就是这么干活的？限你3分钟之内马上回来，否则……哟，妹夫，果然是当领导的人，说起话来这么有派头。大晚上他去你家做什么？赶快让文文回来。我们文文是卖给你了吗？红姐，你在大公司上班当管理，知道再累的员工也有休息制吧？文文又不是奴隶，来我家吃个饭的自由都没有。可他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哪有让自家男人饿肚子的道理？怎么，你没结婚的时候都不吃饭吗？是认识了文文才开始吃饭的？我之前也在那屋住过，厨房调味票应有尽有，冰箱里常备菜，正常人都饿不着。你老公孟燕也在孟氏底下干活，我不跟你。今天不管他说什么，你不能回去，非让他郑红杰老老实实做顿饭不可。这次我不会回的，回去还是伺候他妹和他妈。这2天吵了太多次，我一肚子火还没下去。甘琪姐，你一定要好珍惜孟燕姐夫，他不干涉你工作，尊重你的任何想法，我就知道他是个好男人。哥，他什么意思呀？分明就是故意的。哎呦，这甘琪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强势，把文文都带坏了？一定是他俩商量好的，故意不做饭让我们难堪。你们等我会儿，做饭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把菜放锅里炒一炒？红姐，这饭不该你做。是啊，哥，你大男人在外面这么辛苦，回家哪有做饭的道理？
我和你妹妹都是女人，按道理该我们做，但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否则文文的计划就得逞了。他这是故意针对我们。大嫂这才结婚几年，心眼就长了这么多。你们先别管，我不会让你们饿着，等我10分钟。这个文文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没老婆的样子啊！我的头发，不是酸就是苦，菜还没熟，酱油和醋我搞混了，真他妈难吃。儿子，怎么样了？我刚好像听见什么声音。没事妈，那菜不新鲜，吃了对身体不好。我给你们点外卖，换前2天不是想吃烤鸭，正好1份烤鸭，再来2个素菜。做饭几块钱就能解决的事儿，偏偏要花几10块。明明是有媳妇儿的人，吃饭却要点外卖。文涵的心可真狠啊，带着孩子在外面鬼混，不知道回家，自家丈夫连口热饭都没得吃。妈，你别气，要我早就跟他离婚了。我哥这么帅的人，闭着眼都能找比他强的。天底下就没这么当老婆的。好了好了，吃饭。我在公司累死累活，回到家没口热饭吃，还要被他表姐质问，男人的尊严往哪儿放？我早看出他对咱们有意见，还有他那个甘琪表姐，一看就不是正经人。我才知道她跟那个老公是闪婚认识的，听说都没经过互相了解就直接领了证。什么？他这么大胆？妈，一见面就闪婚和一见面就上床有什么区别？你怎么知道的？我用我的方法打听到的。那个甘琪外表看着老实，其实厉害着呢，不正经。她那老公看着帅，谁知道是做什么的？文文长时间跟他在一起，肯定被带坏。哎呦，我们郑家怎么这么倒霉，摊上这对不靠谱的姐妹。你们先吃着，我出去一趟。红姐，你要去哪儿？幸好今天你来了，要不然这一桌菜都得浪费。姐，你们昨天怎么做这么多呀？我看都没怎么动筷子。你姐夫不是陪我回老家了吗？本来想谢谢他，结果他喝了点酒，今天多吃点，全当帮我消灭了。这个点姐夫怎么还没回来？姐，你该打个电话问问，要不要给他留饭室？真不用，他肯定在公司吃过了。他那人独立，不喜欢别人约束。再独立的男人也希望有人关心他。听我的，你问问。连回消息的时间都没有，估计还饿着肚子呢。是姐夫回来了吧？文文，跟我走。走什么？他还没吃晚饭，要不你坐下来一块吃。你少装好人！郑经理平时说话都这么大口气，就是因为有你这不靠谱的姐妹。文文原本一个好好的贤妻良母，天天想出来工作。什么？文文想出来工作是因为我？难道不是因为你压榨生活费，整日打压他的自尊？郑经理在大公司工作，薪水不低吧？你哪把生活费提到3000，他都不会这么捉襟见肘。买菜做饭还要看你妈脸色，累得像个佣人，还不落好。哪个女人像她这样享福，在家躺着什么都不用干，打拼赚钱全靠我，就做饭怎么了？就做饭？你们家地谁扫的？衣服谁洗的？玩具谁收拾的？桌子谁擦的？垃圾谁倒的？房间谁整理的？做饭如果是享福，那些家政公司的保姆工资怎么会那么高？你整天说文文在家什么都不干，怎么不想想，不是他给你打理小家照顾乐乐，你哪有精力升职加薪？你要是觉得你累，那你俩换一下，他出去工作，你在家做饭洗衣。胡说，我是大男人，回家！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再问你一遍，回还是不回？咱俩的事咱俩说，别吓着孩子。你还知道自己是有孩子的人，我就问你，回还是不回？今晚我住我姐家，明天再回。今天不回，就一辈子别回去。郑红杰，那本来就是文文的家，你哪有资格决定她回不回？我们夫妻的私事，跟你无关。文文自从嫁给你，没有一天好好休息过。今晚她住我这儿，妹夫还是先回去吧。不回滑倒！红姐，你要干什么？郑红杰，你站住！看什么看？你把乐乐给我。给你干什么？跟着你去找野男人。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了？你自己不正经就算了，
还带坏自家妹妹夜不归宿。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姐？你以为你有多正经？跟个刚认识的男人就同居闪婚？我对外只说过在跟对象交往，闪婚这事他从哪儿听来的？做了就别怕人说。甘琪，听说你跟你老公认识当天下午就扯了证，够大胆啊！早知道你随便一个男人都能结婚，我就把我们公司保安介绍给你。怎么，快30了没结婚，这么想男人？你自己脑中污秽，看谁都污秽。从小到大，还没有女人打过我。之前给你面子，是看我跟孟燕同在孟氏集团，你这么不识抬举，就别怪我了。怎么，郑先生要教训我？好了，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哼，什么一家人？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孤儿，在这刷存在感。你再说一遍。你会不会说话？闭嘴！我说的不对，你也是猪脑子，为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排斥自家老公。你说的没错，我是个外人。那我这个外人就说句公道话，我跟文文没血缘关系，倒是郑先生你，作为他的枕边人，就是称职的老公。结婚3年了吧，到现在连个独立婚房都没有，还寄住在丈母娘家。给文文买过1件衣服吗？带她吃过几好的？整天借口加班逃避家务。她生病你不关心，只嫌药费贵，你还是男人吗？不觉得脸红？说的是哪个男人？好没责任心！就是站中间那个，大晚上跟女人吵架，真没风度。甘琪，我就说了你一句，你倒像机关枪一样说我这么多句。你这么关心别人家事儿，是不是夫妻生活不和谐？闲的。孟燕在孟氏总部就是个小管理，你闲着没事让她给你安排点活，自己过不好还瞎操心别人。你别说了，只准她说我还不能说她了。她以为自己是高贵的公主，要不是我有身世丰富，就她这挑事儿精，我早动手了。既然郑大少爷心里这么大火，我今天就让您动手。来，让你打。你别逼我！打！哎呀，你们别吵了，这事儿都怪我，行吗？你以为我不敢揍你？你简直不是个女人！姐！孟先生，奇怪，明明都是公司的小管理，我怎么在他面前莫名发怂？姐夫，都怪我，这事儿就是个误会。郑先生，请给个解释。解释什么？你老婆说话多难听，你知道吗？甘琪做事向来有分寸，即使说话不中听，也轮不到你动手。都动手了，还有什么回头路？他孟燕厉害又怎样？我又不靠他发工资。对不起，我跟你回家。文文，今晚你别回去。姐，那始终是我家，今天我就不在你这住了，实在对不起。莫言姐夫，抱歉，今天都是我惹的麻烦，您别往心里去。你别总把事儿往自己身上揽，分明是他大男子主义，把老婆当免费保姆，1分钟空闲都不给你。姐，我还是回去吧。你能不能有点出息？秦风，那是孟氏总裁总助理秦风，总部大会上我见过他一眼。走，回去，快点上车。怎么了？你不是还要……少废话！奇怪，他平时得理不饶人，今天怎么转性了？红姐，你这是怎么了？车子别开这么快。闭嘴！待会儿我再说你的事。不，妈妈在。他今天要是敢做出格的事，我一定抗争到底。老天眷顾，抱上这位的大腿，调去总部指日可待。请问您是秦总助理吧？我是分公司的郑红杰，我们之前见过的。这就是刚才要打人的那个男人，我从没见过他这一面。去年底报告会岁上见过，子公司的部门副经理郑红杰，这么小的级别，哪来的勇气跟我套近乎？绿灯了，走。让开！挡什么路？要不是你刚才在楼下磨砺，我现在已经跟秦总助理说上走了，那是总部的人，升职加薪的机会。哼，别人家的老婆都知道帮丈夫铺路，你帮不上忙就算了，整天拖后腿，
在你姐姐姐夫面前装小白兔，在我面前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到底是跟我过还是跟你姐过？又来了，他这辈子的失败都要记在我头上。他刚才那种话骂甘琪姐，我得找个机会好好跟姐姐和梦魇姐夫道歉。对不起，我今天失态了，连累你也心情不好。还说文文总把责任往身上揽，你不也一样？分明是他一个男人对女人动手，上不了台面。我只是担心，假如我晚来一会儿，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学过跆拳道的。盛怒的男人力气能差你10几倍，你这种硬碰硬的性格是怎么养成的？我是太生气了，看他被那样欺负，我忍不住。上去吧，下面冷。昨天的都没怎么吃，今天又做了这么多。本来想让文文今晚留宿的，没想成这样。孟先生，你没看我的留言吗？今天忙了一整天，还没来得及看手机，连看消息的时间都没有。那你晚饭也没吃吧？开会前吃了一口。趁着菜还没冷，赶紧吃几口。勒着吃饭不舒服吧？除了家里那位相处多年的管家，从没有人这样碰过我的衣物，更别说这么近的肌肤接触。昨天的事不要想。怎么被刚才吵架的我吓到了，还没缓过来？没，女人果然多变，刚才凶得像狮子，现在温和得像只绵羊。到家给我报个平安，他要是敢动手，你跟我说，我马上赶过去。孟先生，我突然觉得越懂事的女人越不被珍惜。文文什么都付出了，落到这个下场。我说过，她是找错了男人。我今天没为你出头，你生气吗？孟先生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动手，事情才没升级，真打起来吃亏的是我们。其实我也蛮后怕的，就差一点我真动手了。他毕竟是文文的丈夫。倘若我当时没回来，你真动了手，恐怕我得去警察局捞你。文文前几天跟我聊天，已经想到离婚了。换成我天天在家煮饭带孩子，还被这么 PUA， 我可能会抑郁。不会的，以你的性格，会抄着平底锅反抗。我有那么凶吗？你竟然觉得我很凶？你看，你这个样子，温柔吗？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今天在外面过夜，明天就要去找野男人，好的不学，偏跟你那不靠谱的表姐学。你也照照镜子，又胖又丑，一脸雀斑，还有哪个男人要你？要不是我有责任心没嫌弃你，离婚了你只能喝西北风。反击一个字，他今晚就会没完没了的跟我讲道理，自找麻烦。为了乐乐，我可以再忍一段，但他要是继续这么过分，我一定会走。文文回来啦，找你姐玩去了呀。年轻就是玩心大，不过也别忘了自己已婚的身份，带着乐乐别乱跑。你看家里这一摊子没人收拾，你看看，因为你不在家，害得红旗花不少钱点外卖。当女人得知足，别的女人都在外面工作，谁像你一样在家里享福？又是这套说辞。嫂子，你当初能嫁给我哥这么帅的人，简直运气爆棚，怎么现在一点也不珍惜？妈妈，我困了。好，妈妈这就抱你去睡。文文，别急着睡呀，我们特意留了吃的给你，留给我，这是你们娘俩吃剩的骨头，我吃过了。唉，真是的，家里乱成这样，他一回来就当没看见，一直这么懒吗？他是瞎了吗？看见我和妈连个笑脸都没有，高贵给谁看呢？哥，难道还要等我们伺候他？你刚才是专门跑去他姐那儿把他接回来的吧？这世道真变了，在家作威作福当少奶奶还有这待遇。哥，他下次出去你就别管，看他什么时候自己回来。这么惯着，早晚恃宠而骄。算了算了，谁让我是长辈呢？我来收拾。妈，这活不凭什么你干？你在这儿可是客人呀。没办法，摊上这么个儿媳妇，我注定是个劳碌命。妈，你放下，我去叫他。一家人在外面收拾桌子，你躺着玩手机，当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姨太太，给你脸了是吧？你疯了？换个屏幕要200多，这钱你出吗？你不是有钱吗？私藏那6万块够你换多少个屏幕？孩子刚睡着，你有话好好说，别找事。我找事儿？
今天在外面你不帮我说一句话，回到家对我家人这种态度，像话吗？那你要我什么态度？跪下来给你们收拾家务？还敢瞪我？我今天……你结婚这么多年，你敢还手？你把我当什么了？免费的保姆吗？还是让你随便发泄的垃圾桶？整天用言语侮辱我，真以为我没脾气？停手，停手，会出人命的！现在知道会出人命，早干嘛去了？嫁给你这么多年，我得到什么了？我承认你长得帅，那又怎样？看不上我，当初为什么娶我？住手！住手啊！哎呀，这是干什么呀？文文，你这是要杀人吗？你们别管，有话好好说嘛，怎么能对自家老公动手？你们出去，这是我们夫妻俩自己的事。说什么呢？咱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光等着我做饭，一家人你们点外专门等我收拾，我凭什么伺候你们？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说，你一直是我们的好儿媳，怪我，做事考虑不周全。你少来，每天笑眯眯，嘴上一堆道理，却从没把我当亲人，明里暗里都嫌我配不上你们儿子，那就让他离婚找别人去，我不拦着。没有的事，文文，你误会了。出去。嫂子，今天的事儿是我们不对，你消消气。咱别用暴力解决问题。文慧，今天确实是我不对。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咱俩好好聊行吗？咱能不能讲道理？讲道理，行，先道歉。对不起，今天这事儿说来说去都怪你那个表姐，要不是她给你灌那些歪理，行，怪我，我错了，行吧，我错了。乐乐不哭，爸爸妈妈开玩笑呢。你看你这么凶，把孩子都吓坏了。我讲道理的时候他蛮横，我蛮横了他倒开始讲道理。我一直以为他脾气好，原来全是装出来的。我红姐怎么这么倒霉，娶了这么个媳妇儿？你找什么呢？找个趁手的东西，不能让我哥白白挨打。这是在人家家里，今天闹大了，等亲家公亲家母回来，这事儿没法收场。他们夫妻俩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妈，你没看嫂子刚才那副样子，像是要把我哥打死。哥，你结婚那会儿明明说他没脾气，现在整个人成了泼妇。嘘，他在里面哄乐乐睡觉。红姐别怕，跟老公动手的女人都是没福气的，以后你少惹她，多让她干活。要我看，干脆离婚算了。离了乐乐怎么办？给他呗，我哥恢复单身，重新找个白富美，不比他强。找个什么？白富美？不是的，文文，你听错了。你看你一言不合就杀气腾腾。这些年红慧对你挺好，我也把你当亲女儿，里外一家人，有话慢慢说。今天这事儿我知道怪红杰，她脾气大惹了你，可你也得理解她，在外辛苦一天，回家没饭，谁不生气？怎么，这饭非得我做？红杰毕竟是个大男人，做饭传出去多丢人啊！男人做饭丢人，那我一天做3顿丢不丢人？我伺候你们一家5张鬼，洗碗擦地收外卖盒丢不丢人？丢人的活凭什么都归我干？文文，你别受你那位表姐影响。我听洪刚说你还有离婚的想法，现在赚钱多难，离了洪刚你靠谁生活？吃饭都成问题。妈，照您这话，我注定在你们家当牛做马。不，咱们是一家人。你刚才打我那么多下，气也该出了吧？饭不想做就不做。妈，妹妹，我和文文的事儿我们关起门自己解决。文文是讲道理的女人，今天你们先回酒店，这里交给我。文文，你那几下真不轻，我这胳膊隐隐作痛，搞不好得跟公司请几天假。你哄乐乐先睡吧。做一个凶女人原来这么累，可这一晚，他们3个的态度全变了。儿子，我们一走，他再动手怎么办？是啊，哥，他刚才那样子好恐怖。没事，他个子矮，力气小，我没还手，是我让着他，不跟他一般见识。妈，妹妹，你们先回去，我上小区旁边那家诊所涂个药。怎么摊上这么个儿媳妇儿？要不是有了乐乐，妈真想劝你离婚换一个。妈，离婚现在说太早，乐乐还没上学，家里总得有个人照顾她。对，不能冲动，反正是个女孩，将来真离，抚养权咱不要。
喂，喂，晴晴，怎么了，郑经理？这个点打来，莫非和老婆吵架了？我家那母老虎已经疯了，我可能很快就要恢复单身。哦，这事儿可不能冲动。你知道他刚才干了什么吗？差点把我的手打断，再这么过下去，我会有生命危险。郑经理，家里的私事跟我倾诉似乎不妥哦，我建议你们夫妻好好沟通。晴晴，我现在心情很差，你就别说官话了，安慰我一句行吗？电话安慰有什么用？看不见也摸不着。哪天郑经理有空，请我吃顿饭。有空，你想吃什么我都带你去。最近很火的法国牛排鹅肝。晴晴，你真好。我这有一瓶进口的损伤药，正好你能用。哎，你老婆真可怕，不像我，我只会心疼你。晴晴，我只要恢复单身，你就是我此生唯一的女神。我想跟你一生一世厮守。说什么傻话？离婚劳人伤财，哪那么容易？我不在乎，为了你，哪怕净身出户我也离。你值得我这么做。晴晴，我这还有事儿，待会儿再说哈。妈，你们不是坐车回酒店了吗？怎么？哥，你刚跟谁打电话？同事说请假的事儿，我手不是受伤了吗？你别找借口了，我和妈都听到了。我们刚才根本没走，一直跟在你旁边听电话。说吧，电话里的女孩是谁？是不是你们公司那个姓赵的女孩？妈，你怎么会知道？前2天我去你们公司找你，眼瞅着你和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在楼下吃饭，说说笑笑往餐厅里进，你妹妹也看见了。一家人你就别瞒了，你外面那个女人，咱妈还去你们公司前台问了名字。妈，你怎么能这么胡闹？别坏了我的好事。文涵确实配不上你，可你外面这个女人，妈一看就知道她干不了什么活，化那种妆，穿那么艳的衣服，性格一看就不好惹，哪能像文文这样老老实实带孩子做家务？妈，她是总经理秘书，工资高得很，当然不会带孩子。以后我们有了儿子，请保姆。文魂自从生完孩子，人越来越丑，性格也古怪。公司开年会，我都不好意思带她出门，根本带不出去。赵晴晴年轻漂亮，工作能干，认识一堆大领导，这样一个高薪独立的女人，不嫌弃我二婚，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对她是真爱。上车，跟妈回酒店。文文这门亲划不划算？咱娘俩今晚得慢慢算一算。红姐，你先给妈想清楚，那个姓赵的对你是不是真爱？他能力那么强，为什么不找个大领导，偏偏挑上你？现在的小姑娘玩得疯，3天过了热乎劲就分手，你可别被他耍了。妈，你想哪儿去了？那些领导一个个又秃又胖，像我哥这种长相的男人根本没几个，这是我哥的福气。我怕的是你哥离了婚，人没抓住，钱也搭进去，人财两失。文文是长得不好看，可她干活利索，这些年勤快没怨言，又肯吃苦，这么傻的女人太少了，轻易放手，后面万一后悔。我才不会后悔，最后悔的就是和文文结婚，年纪轻轻被婚姻套，错失了后面了多少个优质女性。哥，我支持你，一辈子跟不喜欢的女人绑在一起，简直太痛苦了。行吧，行吧，你的事儿你自己把握，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千万别让文文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放心，他那脑子一辈子也想不到。家里从没这么乱过，可我心里从没像今天这样畅快过。我把我妈和我妹送到酒店了。忍，再忍一段时间，我就能和晴晴双宿双飞。文文，郑红姐怎么能动手打人？姐，你不用担心。还好是吗？梦魇，我去做早饭。又走了？这2天上班早的离谱，连个招呼都不打。也罢，他早走我落个清静，连饭都省了，路上买2包子完事。又堵，这才走了200米。怎么回事？今天这条路怎么这么堵？兄弟，你不知道，隔壁在修路，前面施工又限流。修路加限流，那得堵到什么时候去？堵在路上时间成本太贵了，有这空我早吃完早饭开始干活了。果然还是2个轮子的车好。甘小姐，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是退款还是选一辆新车？选，给我来一辆同等价位的电动车，没点丑点都没关系，只要车身轻，不堵车。甘小姐，您这回怎么这么果断？就这几天，我已经受够堵车了。你今天怎么这么晚？莫不是昨晚熬夜太厉害？别提了，堵得实在厉害。你一场直播都播完了。我本来想早上起个草稿，这一下耽误不少。西西，我中午要出去，下午不一定回来，到点你直接走，不用等我。哟，是约会吗？保密。
这么急着去找老公，莫不是偷偷开房去了？景然，你什么时候剪的头发？这一下瞬间老了7、8岁。发型师说这样显得成熟。姐，好久不见了。别瞟了，你甘琪姐刚出去，你要是早到5分钟，你俩还能碰上。我随便看看。姐，你这直播间又添设备了。这几天忙什么呢？原本前几天就想过来看你们，家里安排了活，抽不开身。你这是什么打扮？中青年风？我现在在公司做事，当然要稳重些。才毕业多久就这么沉迷工作？年轻人有拼头是好事，可你家又不是穷的吃不上饭，干嘛这么投入？我没事儿，就是略微改变了下形象。姐，甘琪姐出去干嘛了？不清楚，她没说，可能找她老公去了吧。她还说要请我吃饭，我差点忘了，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怎么，你找她有事就跟我说，我帮你转达。没事儿，就是随口问问。那是什么呀？没什么，给甘琪姐的。好啊，你只给她不给我，快让我看看是什么。就这，竟然不是我说你，甘琪姐对你向来不错，你送礼未免小气了些，好歹是个富家小少爷，送个知名牌子的不难吧？这包和她之前那个是同款，她那只上回被刮破了，市面上早买不到，我托朋友从国外代购的，看着普通，质量杠杠的。行吧行吧，这种包爱送几个送几个，我才不吃醋。东西放这儿，她今天不一定回来。姐，甘琪姐她老公你见过吗？当然见过，是个大帅哥呢。我一直以为那种匆匆闪婚的男人不是矮胖就是秃头。帅哥，姐的眼光最毒，你都这么说，那外表肯定过得去。你问这个做什么？希姐，甘琪姐和她那位闪婚丈夫相处的怎么样？你觉得他们能长久吗？孟先生性格有些傲，猛一看冷冰冰的，但他对甘琪挺不错，两个人比刚开始那会儿有默契多了。依我看，同在一个屋檐下，夫妻俩这么天天处着，关系很快就突能飞猛进。